宁儿，此处气氛诡异，我们要当心。走了这么久，还没有找到线索，不如暂且在此休息，理清思路。好的。前！前！擅自闯入者死！姐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好大的胆子，竟敢擅闯禁地！古树前辈，我是尉迟西月，尉迟氏族长尉迟山的女儿，这是我表弟尉迟雪之子季宁。婆婆，这么多年了，你和你雪儿姑姑虽然侥幸逃脱，却下落不明。没想到老天有眼，让你们平安长大，并指引你们来到这里。月儿、宁儿，这些年你们过得还好吗？姑叔婆婆，我们这么多年过得都挺好的。其实，我跟姐姐这次是希望可以查清楚尉迟氏当年灭门惨案的真相。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们，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？当年之事牵涉太深，说来话长啊。婆婆，您这是何意啊？你们或许想不到尉迟氏还有其他族人。哎呀，都进去那么久了，他们怎么还不出来啊？空间不同，时间也会有所不同。别看我们已经等了这么久，他们另外一个空间，也许只是一会儿。咱们一天都没吃东西了，我去弄点吃的和原叶酿吧。嘘，你弄的东西我可不吃，我要去给我的愚公找材料去了。嘿，哈，嘿。那我也去四周转转吧，找点草药，小心点儿。那这里就麻烦你先守着了。季宁，你们一定要平安回来。为什么太上忘情的解药没有用呢？师公，我方才确实感觉附近有人。妖莲山人迹罕至，怎么会有人来？你弄错了。我很确定我并没有弄错。禀告老祖，我在外面发现了无间门的水翼。水翼？他怎么会在这里？杀了他。是，跟我走。
等等，师公，水翼会来此处，一定是受了东七的命令。若是我们轻易把他杀了，东七只会更加怀疑我们。少主别担心，墨尘再去查看一次便是。龙儿，你不用紧张。师公，我还是去看一看吧。水翼就在外面，你想让他发现吗？门主，就是这里。纪宁等人为了找天阶法宝而来到这里，如果属下没有猜错，纪农应该也是为了天阶法宝而来到这里。哼，他要找天阶法宝，无非就是想献给神王，将我取而代之。看来，这个纪农真的是不可小视。门主，要不要将他杀了？不急，先看看再说。哈哈哈哈哈！真是愚蠢！你是谁？这龙金大妖是混沌界域的人，怎么会轻易给你解药？你想看什么？哼！哼！为报当年尉迟氏的救命之恩，我已经守护了尉迟氏1000万余年。尉迟氏的大事小情，没有我不知道的。那凤族和尉迟氏为何同时被灭族？神王野心勃勃，妄想掌管整个3界。赤明界域作为主战场，其惨烈程度可想而知。女娲娘娘的得意门生就是尉迟氏和凤族的始祖。女娲娘娘为了拯救3界，将神王封印于无尽虚空之中。本以为神王能够就此悔改，没想到他许下毒咒，妄图破除封印，重回3界。女娲娘娘每想到神王许下的毒咒，便会心生不安。数千年后，天界将女娲娘娘召回。临行前，女娲娘娘召集尉迟氏和凤族2大氏族，守护神王封印。尉迟氏和凤族谨遵女娲娘娘之命，世代守护神王封印，从未有失，直到血案发生。弟子必谨守封印，看守神王。月儿、宁儿，尉迟氏和凤族的渊源就是这样。当年我尚年幼，还未来得及知道这渊源。当年尉迟氏和凤族被灭族的同时，神王的封印开始松动。难道灭族的事情和神王有关系？当年，女娲娘娘将补天灵石一分为2，交由2大氏族保管，正是为了加固封印，镇守神王。20余年前，
2大氏族被灭，补天灵石被毁，神王封印松动，回归之时，便指日可待。可是，只是为了打破封印，拯救神王，只要毁掉灵石就可以了。可为何还要把尉迟氏和凤族灭族呢？这当中可有其他的玄机？孩子们，跟我来。雨薇姐，你要坚持住啊！大师兄，可惜呀，可惜！这酒壶可是我向酒仙老祖特意讨过来的。你一个大男人欺负2个弱女子，你师父没有告诉过你要懂得怜香惜玉吗？我师父告诫过我。除非遇到大恶之人，否则不能轻易用剑。今日便是我用剑之时。快放他下来！雨薇姐，雨薇姐，雨薇姐，你怎么了？脉象这么弱，九莲，快把木头叫回来。好，雨薇姐，你挺住啊！风儿，你看谁来了？二叔，月儿，月儿，二叔。当初分别之时，你还是一个孩童，可是，一转眼，你都长大成人了。二叔，二叔，这是宁儿，是雪姑姑的孩子。宁儿，宁儿，好，舅舅，好啊，好啊！当年你恰好不在族内。没想到阴差阳错幸免于难，真是天不亡我尉迟氏。舅舅，既然你还活着，这么多年了，你为什么不和我娘联系呢？唉，当年灭门之时，我离开氏族，外出游历。待我回来以后，才发现整个氏族已经被毁灭。我当时悲痛欲绝，想随他们而去。后来有一位高人将我救醒，还传授了我一个封存时空的方法。封存空间之法。对，尉迟氏的惨案
蕴藏着惊天的秘密。我必须继续活下去，带着这些秘密，将这些秘密传给幸存的后人。所以，我用尽我全部的法力，将尉迟氏的灵地封存在这个时空碎片当中，等待你们的到来。你的意思是，尉迟氏和凤族的任务，并不单单只是为了守住神王的封印，那还有什么呀？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任务，那就是开启种子。种子？这颗种子便是女娲留下来的。为防止神王冲破封印，我留下这颗种子。如果封印松动，种子就会萌动。即便神王真的冲破封印，由你们的后人以阴阳之力发动法术，便可得知种子的下落。种子蕴含着我体内的女娲之力，一旦觉醒，必将打败神王，永出战患。弟子谨遵师命。这个秘密由两族的族长世代相传。若不是古树婆婆告知我，时至今日我也不会想到，神王竟会有如此大的野心。我知道神王为何会不惜将我们灭族了。他定是忌惮女娲娘娘留下的种子，只有斩草除根，才会让秘密永远的消失。这样他就可以确保他的阴谋不受阻碍，最终侵吞三界。那这样看来，神王的目的似乎已经达成。有谁知道种子的下落？还有谁能阻止神王呢？由此看来，这也是好事。无间门是神王打探和搜集消息的工具。既然无人知晓种子的下落，无间门也无从找起。无间门为虎谋皮，罪孽罄竹难书。不，此事并非无间门所为。什么？当年的确是童鱼带人犯下的恶行，但是他所带领的徒众，却是雪龙山卫队假扮的无间门。我不明白，童鱼是无间门的人，却带着雪龙山行动。难道这雪龙山早就被收服，为无间门所用？只有一个解释：童鱼直接接受神王的指令，而犯下血案。他为了隐瞒东七，才选择带领雪龙山完成任务，而作为门主的东七对此事却毫不知情。雨薇，醒一醒！你醒一醒！你不能就这么离开。季宁还没有回来，醒一醒啊，雨薇！你们怎么在这里？水翼？难道东七也在附近？门主不在，我来此乃是为了无间门的内部事务。余薇这是怎么了？他怎么会这样？天才师尊当年救下余薇的时候，他体内的混沌之气已经失控，为了抑制混沌之气进一步失控，师尊在他的丹田设下了一道金符护体。如今金符涣散，代表他真气即将散尽。
生命垂危。余威已是在弥留之际。东七是来自混沌界域的人，余威现在遭受的正是混沌之气的侵袭，我们都没有办法，东七一定有办法。此事要是让门主知道的话，恐怕什么？这事只有东七帮得上忙。我求你，求你回去禀告东七。纪宁和余威，门主和南君，此事恐怕门主也帮不上忙，但是我一定会向他禀报。有劳了。余威。余威，你醒了。大师兄，纪宁回来了吗？大师兄，余威。你的眼睛，真气散尽，元神涣散，一切都是以五感消失为始。大师兄，这些我们不都是学过的吗？天地万物都会有走到尽头的那一天，这一切都是因缘注定，不是你我能够改变的。从我对纪宁动情的那一刻，我就知道会有今天这样的结局。你早就知道你身上的太上忘情并没有化解，为什么不告诉我们？说不说又有什么用呢？此生能够遇到纪宁，我已经知足了。只可惜临终却没能再见上一面。余威，你别这么说。也是个遗憾的事。我一定会让他跟你见上一面。余威，坚持住，我一定会想办法救你的。余威。舅舅，实不相瞒，这一次我们来除了为了查明当年灭族的真相以外，还有另外一个任务。哦，不知是何任务？我们来妖莲山，目的是为了寻找天阶法宝。你们可知道天阶法宝的下落吗？对呀，古树婆婆，您可否告诉我们一些线索呢？不，我们常年生活在这时空碎片当中，如何能够知道关于天阶法宝的事情啊？
你看这个天色已经不早了，要不古树婆婆，你带他们2人先去祭祀祖先。啊。2位，跟我来吧。婆婆，二叔为何不随我们一起来啊？他还有另外的事要做。婆婆，关于天阶法宝，你们是不是知道些什么？我们急需天阶法宝，来修复神王封印。若耽搁太久，没能找到天阶法宝，赤明界域和混沌界域之间就会畅行无阻。但事后，即便拿到法宝，也于事无补。一旦封印消失，到时候混沌界域的力量就会冲击而来，届时天下苍生将置身于水火之中。关于天阶法宝之事，我当真分毫不知。你们不要再问了。婆婆，此事事关重大，绝非儿戏，所以即便是零星的线索，你也一定要告诉我们啊！我们绝不会放弃。祠堂就在前面，你们自己去吧。婆婆。月儿和宁儿还在追问天阶法宝的下落。他们也是为了整个赤明界域的安全着想。如果拿不到天阶法宝，2界封印一旦被打开，后果将不堪设想。够了！又是为了赤明界域。当初若不是为了整个界域的安危，我们尉迟氏就不会惹来灭族之祸。风儿，当日大哥当族长之时，我曾再三劝他，趁早将守护神王封印这负担转交给其他氏族。可大哥非但不听，还将我赶出氏族。哼！住口！整个尉迟氏世世代代承传的使命，怎么在你口中变得如此不堪？你这样说，如何能对得起尉迟氏死去的族人？我没有说错。现在的赤明界域早已不复往日的团结与安宁，每个氏族都在为了自己的利益，不惜互相残杀。我尉迟氏不惜冒着灭族的风险去保护赤明界域，可雪龙山呢？还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，将我们斩杀殆尽。可是，我们被灭族之后，又有谁来替我们伸冤复仇？整个赤明界域，皆是自私自利、忘恩负义之徒。这样的赤明界域，我们又救他何用？凤儿，你真的忍心对赤明界域不管不顾吗？曾经的错误，我是不会再犯。待我用天阶法宝治愈我哥之后，我们就在这时空碎片当中繁衍生息，重振尉迟氏，永不毁赤明界域。我找到了余威，催动了太上忘情，眼下他们十分的被动。
余威重伤，东岐不会放任不顾。一旦东岐出手，必将自损1半修为，给余威疗伤。他还有什么力气跟我们斗？明啸，你这步棋下的果然巧妙，连我都不得不佩服你啊！话是这样说，但是却有一个问题。什么问题？这个问题就是东岐到底会不会去救助余威？眼下形势瞬息万变，而救余威性命，便会消耗巨大的修为。这种出力不讨好的事情，如果换作旁人，也会看穿这个计谋。哼，看穿也好。就算东岐知道这是你我针对他的计策，我想他也不得不干。你就这么了解东岐？东岐的城府虽深，可是却有一个致命的软肋，那就是南君。我一度想了解这个人的欲望，可我发现这些东西在他眼里比不上南君一根毫毛。于是我便拿南君作为控制他的筹码。南君也是回天乏术，东岐耗费修为保留他一丝气息而余威，东岐会不惜生命为他做任何事。在这世间，痴情之人最是让人羡慕。我现在对东岐倒是刮目相看，如若没有这些事情，我会与他交个朋友。你和他？这真是太好笑了！你可真会给自己脸上贴金。你和我才是一类人，我们都是为了野心，可以不惜一切的人。好了，没有其他事，我先走了。怎么，你受伤了？一点小伤，连天才道人都伤不了你分毫，就凭那几个晚辈，也能伤到你？神王，你虽工于谋略，可终究没能参透这世界。我万万没想到，二叔竟然私藏天阶法宝。尉迟氏为了保护赤明戒域的安危，牺牲了整个氏族。二叔竟然把天界法宝据为己有，我真的好失望啊！我倒是可以理解二叔，毕竟他说的都是事实，我们无法反驳。尉迟氏从未亏欠过赤明戒域，可赤明戒域却将我们遗忘。换做任何人，都会觉得不公吧？可是，二叔他为何不直接说明情况，而非要这样欺骗我们呢？二叔这么做，更多的是为了自保。如今赤明戒域暗流涌动，各个势力明争暗斗，二叔这么做是明哲保身。可如果想要对抗神王，所有氏族都必须要放下私心，团结一致。只有这样，我们才可以保护赤明戒域。宁儿，你看，
大胆！又是你，竟敢私闯禁地，找死！父亲，他是舅舅。你们到底是谁？我是尉迟西月，是尉迟山的女儿。主人，快看看，我们的玉儿还活着，她还活着！你管我舅舅叫主人，你跟他什么关系啊？我便是天阶法宝的器灵。没想到，天阶法宝竟然在我爹手里。其实当年，在灭族之事发生前，无间门的人就曾经私底下找过主人，让主人交出古天灵石，更以整个尉迟氏的安危相威胁。换作是我，也难以选择。其实主人并没有犹豫，就连族中的有些人也提出，为了保护氏族的安危，将古天灵石交出。可主人却说，不交灵石，牺牲的只是尉迟氏一族；要交出了灵石，牺牲的便是整个界域。既然牺牲不可避免，为了大局，那么我们只能牺牲自己。这也是为什么我在众多寻找天阶法宝的人当中，选择了他做主人。即便主人现在无法醒来，可他的气节千古长存，永不磨灭。纵然我年长他数千年，但是我仍然将他奉为主人，一生相随，至死不渝。这么多年来，你就这样一直守着我舅舅？我将主人放在此处，并非为了纪念，而是为了能够救醒他。当年我前往冰寒之地取来冰石，就是为了保存他的最后一丝生机，进而寻找能够治好他的办法。没想到，当年我爹竟然没有惨死在他们手里。尉迟氏后人仍有女娲的神力保佑，女娲的力量让他免于一死，但不能治好他的伤势，让他醒来。只有得到天阶法宝与千古神兽的双重力量，才能治好你爹的致命伤。原来你追击龙精大妖，
就是为了这个目的。龙井大妖狡猾万分，这次错失良机，不知下一次要等待何时啊？且慢，我知道二叔瞒着我们的原因了。救治我爹和巩固封印，都需要天阶法宝的帮助。这就是天阶法宝。天阶法宝的神力是有限的，巩固封印和救人之事，两件事只能完成一件。姐姐，这关乎到舅舅的生死，那怎么办？我不知道，宁儿，我真的不知道。天阶法宝，风儿，舅舅，玉儿，你还记得吗？你爹当年是如何的疼爱你，你是他的掌上明珠，是他的一切，你忍心让他躺在这里吗？